Hello，大家好，我是 Jeff。大家知道我一直都有在这个频道采访各行各业在美国努力的台湾人嘛？那我本身是篮球迷，很喜欢 NBA， 也很喜欢 NCAA， 所以我一直都很想要采访在 NCAA D1 打球的台湾人。那今天非常荣幸的有这个机会采访到目前在犹他大学 D1 打球的 Jerry Huang 黄宙奇来接受我们的采访，主要就是想请他来聊聊在美国打球的感觉啊，有没有什么文化冲击，如何融入队友，如何融入课业，如何做一个好的学生运动员。如果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就千万不要错过接下来的采访咯。那我们就欢迎 Jerry， 想请 Jerry 跟大家自我介绍一下。Hello， 大家好，我是 Jerry， 然后我中文名叫黄宙奇，今年在 University of Utah 读书并且打球，然后我现在是一个 freshman， 在做 all 的 pre 商业的课程，然后准备进去 marketing， 然后我现在打的位置是控球后卫跟得分后卫。那你的身体数据是想请问你现在身高体重体重可能不用啊，身高如何？我现在是188公分，也可以说是190，没关系。然后体重是85公斤。我相信这个数据在美国打 point guard 应该大学篮球算还不错，但是在台湾应该就是碾压等级了。算高，也不能说碾压。我相信就是 Jerry 的这个履历，其实也蛮多媒体都报道过嘛，就是你当初国中毕业就来美国了。那一开始怎么会想要这么早就来美国？因为一般听到都是高中毕业来嘛，可能像是高国豪啊，他们都是高中毕业才来，你怎么想说国中就先来这边？其实是我国小在南港国小的时候，因为我5、6年级其实那时候就有打球，然后因为那时候吴永胜啊、林庭谦他们就是非常红这样，然后就是在国外，然后就知道说金华国中会是一个旅美的管道，然后这样子，然后那时候就想说，那我就去读金华国中，然后刚好金华又是一个当时的强权，然后我就想说，好，那我就去那边，然后看看我能不能就是更往旅美的这个方向前进。所以其实我小6的时候就有想要旅美的一个想法，但是其实没有想说这么早的会就是出国。但是因为在我国2的时候，我有参加一个训练营，然后那时候有国外的教练就是来训练一代这样，他就有给我一个机会到加州参加 AAU， 后来我就很喜欢这样，所以我就决定国3毕业打完就出国。是不是其实金华国中也蛮多选手这样，像陈正杰是不是也是这样？对，没错。你们算是有一个算是国中内部就会提供你们这些帮助吗？还是就是你们都要自己找的？就是怎么说，教练会看我们有没有想要旅美的一个想法，然后他会请人来跟我们做一个报告啦，然后讨论啊，然后跟我们家长开会啦之类的，然后就跟我们说有一个这样的管道，然后看我们有没有兴趣这样。相信，因为我觉得国中毕业就来美国算是我觉得很年轻啦，就是可能心智那些都还在发展中嘛，所以你刚开始来美国球队啊练球的时候，有没有遇过什么文化冲击啊？跟台湾差很多之类的。对，我其实最大的文化冲击一开始是一定是语言跟食物，然后还有一种就是有点离乡背景的感觉，因为当时才15、16岁这样。但是后来语言，我很感谢 Wasatch Academy， 就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是从最 beginning 的地方开始教这样，所以我跟上的很快。然后因为球队毕竟在 locker room 里面一定也要就是跟队友沟通啊，然后跟教练讨论啊，上课要多问问题之类，我就学得比较快，然后后来就比较有点 get used to it。然后文化冲击的话，因为我们学校我高中是读 prep school， 所以非常多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s。然后在球队里面的话，通常都是黑人，所以其实黑人其实他们蛮热情的啦，就是因为黑人其实也分布整个全美或者是非洲国家地区，然后所以大家都把就是队友啊，然后同学当成一家人这样子。那我蛮好奇的，就是那时候你来这边饮食啊，是球队会安排你们的饮食吗？还是也是你们自己出去找这样？还是球队会控制你们说你现在要 bulking， 所以呢，你就是必须要怎么吃之类的？教练会给我 diet， 然后我们学校的餐厅其实有非常丰富的，就是中式、美式啊，然后早餐、午餐、晚餐供应，水果、优格，
所有什么玉米片、麦片之类的，全部都有。所以我通常都是自己选择啊，但是后来教练有把我就是 put on diet。So 像你在那边读高中嘛，然后再读大学，就是因为学生运动员嘛，就是先是学生，再是这个运动员。那你觉得平常就你从那个 prep school 一路走到这边啊，你觉得学校课业的 loading 如何？你会不会觉得你练完球啊，你还熬夜赶作业，或者是课程跟不上，或者是你觉得台湾人其实到美国来就是 easy？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应该说我没有特别的去体验到像是台湾的那种整天读书的那种感觉，因为其实我国中国小就开始打球，然后在篮球的这方面上面下了很多的时间，然后怎么讲，以前就是会以篮球为一个重心这样，但是我到美国之后，我其实在高中在 Wasatch 的时候会有熬夜赶作业啊，然后会有跟老师问说可不可以给我一点 extension， 但是到大学之后就还好，因为其实大学在我们学校或者是整个 NCAA 的联盟里面有规定说你的训练时间一个礼拜是多少时间，然后暑假是多少时间，所以在我训练之外的时间，比如说我早上上课，然后上完课之后下午就差不多会有5个小时的时间是给球队的时间，但是就只有那5个小时球队可以用，所以 after the 5 hours like 5 hours including film 就是看视频，然后重量训练跟练球这样，所以 after that 5 hours 顶多就是下午4、5点这样，然后所以5点之后都是我自己的时间，所以那个时间就是我可以去图书馆啊，或者是在宿舍自己搞自己的作业这样，或者是其他事情，所以我只能说大学之后会是大学现在开始是比较比较有弹性的，是自己可以调整，自己可以去做时间安排的。但 prep school 的课业就会比较像你在台湾读书嘛，就是说课表也没有到像台湾读书，只是因为练球的时间比较长，然后比赛比较常出去 travel 这样，因为我们学校其实算是一个算是一个很好的学校，就是以前会有那种比如说这个礼拜3出去，礼拜天回来，下礼拜又读上2天课，然后又礼拜3又要出去，然后礼拜天才会回来，所以就是功课会落掉很多，不然就是上课的时候不知道老师在讲什么，因为前3天都没有上课这样，所以就是会练完球要去 study hall， 然后 study hall 完之后要赶另外一个科目的作业这样，然后隔天又要早上5点起床训练这样，所以就是会高中的时候会比较困难一点。但我觉得其实这样反而让你们就是这个 time management 自己的那个也算是个 training 嘛，对不对？我就是那种从小到大国中高中反正我都是关在教室读书的那种啦，我其实觉得超没意义就我都一直在念重复的考试，我也没有觉得我因为那样考试考比较好，但是以前学校都是这样嘛，所以后来读大学或者跑来美国读研究所之后，我才觉得自己好像不是很会管理时间，就反正就是要重学一次啦。但我觉得这种东西，我觉得你国中、高中、高中、大学就先学，我觉得很好就是这感觉跟你未来当职业球员或什么的，这应该都蛮重要的。这样感觉美国文化真的比较适合你们这种。就是我怎么讲，帮助我很多，因为其实我觉得我自己本身不喜欢被人去逼做一些事情，但是如果他给我这个时间，然后我知道我要做这些事情，我觉得我可以完成，我会告诉我自己要去做，就是不要别人去逼这样。像有时候我会跟我妈吵架，因为我觉得有些事情是 I can do it and then 就是我知道我会去做，我就会去做，就是不用一直跟我讲这样，我会自己安排时间啊，然后知道什么时候该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自己给自己的时间管理，我自己知道就好，就是不需要别人去逼。如果你太去硬要我去做这件事，我反而会觉得说 why would I do that？ 对，真的是这样。如果你像我这样，到时候24、25岁了，然后还在那边重新学时间管理，我就觉得 stupid 就像你说的嘛，你有打高中校队，大学校队都有打。那在球队跟队友的相处如何？有没有因为你自己是黄种人，就是台湾人嘛，有被歧视过嘛？就是像你刚刚说，可能球队prep school 的时候比较多黑人，但我相信你现在球队应该也是队友，可能也是黑人白人为主。你有没有什么感觉被歧视，或者说一个冲突的这个经验？也不能说歧视啦，就是高中大学一定都会有，就是 joking about like people's race。但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所以就觉得还好。然后高中的时候，我大部分的队友都是黑人，但现在大学大部分队友都是白人，所以我是觉得黑人是比较热情啊。
那白人就是比较有一些 rules， 然后自己有自己的事情这样。但是要说到有没有什么冲突啊，然后一些歧视的东西，我觉得其实都还好，就是大家都 joke around， 像是 European 有 European 的 joke， 白人有白人的 joke， 黑人有黑人的 joke， 然后亚洲人有亚洲人的 joke，但大家都是 brothers 的时候，就是会 joke around， 就比较没有在 care 这样。这个东西感觉现在很多人都很敏感，就是说在，比如说我自己不 care 就好了，然后其他人就会一直说啊，他刚刚在歧视你，我就觉得好像也还好。像你刚刚说的，就是你的生活圈就是有队友都是黑人，然后变到队友都是白人嘛，那你有没有觉得很难打进白人或者是黑人同学的圈子？像可能你们学校有一些什么兄弟会那种，你有加入吗？还是说球队就是完全是另外一个 system？通常球队里的人都不会加入，就是兄弟会或者是姐妹会那些东西，但是都会有听说，像有一些 frat party 里面就是都是白人男生嘛，然后一定要是女生才能进去啊之类的，有一些 rules， 但是通常球队的都不会去参加这些活动，所以我其实也没有接触到太多，但是我自己是没有太大的兴趣这样。先前啊，就是我有 follow 到啦，就是你因为教练离职的关系，所以你放弃了这个犹他谷大学的 offer 嘛，然后后来就是又找到这个犹他大学的机会，那就想请问，你觉得就是这个教练啊，是你选择的一个很大的因素吗？还是说有没有奖学金，或者是说这个学校的这个学术的名声对你来说比较重要？我觉得一开始会去犹他国大学士，一定是因为教练的关系。然后就是我去 visit 的时候，就是给我一个总教练很喜欢我，但其实说实在的，我没有跟其他的助教就是有一些沟通，然后看他们训练，就是氛围还蛮好的。所以那时候我其实那时候有点 I just want to commit 的那种感觉。然后后来他走了之后，我就接到犹他大学教练的电话，然后就问我有没有兴趣啊，加入他们球队，然后可以 visit。然后后来我到这边 visit 的时候，学校环境啊，不管是学校的大小，或者整个 community， 然后还有整个 views， 球队的氛围啊，再来是教练的部分，就是总教练、助教啊，再到下面 managers， 然后全部都很欢迎我，也帮助我很多，所以后来我 visit 完之后就决定就是来到犹他大学这样。我觉得犹他大学的那个配色比较好看。然后整个就是 facility， 然后那个运动员的待遇啊，然后再加上教练对我的喜爱程度，我是觉得说不管有没有打到球，这间学校就是给你很多好处，再来就是学术比较好，给你很多资源去让你去往你想要的方向前进，不管是球技还是课业的部分。接下来就是因为你还是 freshman 嘛，那就蛮好奇你在目前球队的目标，就是有什么对自己有什么目标啊，或者是说什么 anything 都可以。我觉得我的目标应该就是，也不能说找到自己的定位，但是就是I want to get better every single day。然后我是 competing with myself，like 不管是 physically 还是 mentally， 因为其实到美国之后会有一些心理的压力，或者是因为在台湾就是怎么讲，虽然说很久以前了啦，国中的时候就是被捧得很高啊，然后就是一个算强的一个国中的球员，然后到这边之后就是nobody knows you and everything， so I told myself to just competing with myself， 然后就是每天进步这样，每天进步一点，每天进步一点，不管有没有上场，就是至少要开心，然后知道自己有在进步这样。对啊，我觉得就是来美国，像你们就是这样子的运动员，是不是或多或少心里都会有那种，就我没在这里就是干出一番名堂或者是什么的，然后假设可能你没有，就是回台湾打either 现在联赛或者怎么样都好，就还是会有那个压力嘛，就是我要干出一番名堂再回去嘛，是吗？会有吗？对，就是压力。我自己心里会给我自己压力，然后家里就是比如说我每次回台湾啊，或者说你在美国打 NCAA 啊 NBA 什么什么，就是听到这些会觉得有时候会觉得说是一种鼓励，是支持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会觉得说压力其实蛮大的，然后再加上父母给我很大的支持，然后我也会觉得说我一定要做出一些什么东西，然后去回报，这样去回馈。但是有时候会 look down to myself， like 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到底行不行啊？然后我其实之前有去找 sports psychology， 对，然后就是有跟他们聊天这样，然后他们给我觉得我自己是告诉自己
要去这样做，但是他们那时候有告诉我一句话，就是 Nobody is disappointed in you, so you don't have to do that to yourself。然后那句话虽然是一个很 simple 的 sentence， 但是其实那时候我就有想到说，大家都是支持我的，我才会感受到自己的压力，所以我不需要去 look down to myself and just trying to be happy。真的，我就感觉打球就是你对自己有自信，然后你知道自己在干嘛，才会越打越好。就是如果你有一点自我怀疑的话，感觉反而就是会有犹豫啦，对吧？没错。那你觉得你自己现在的球风是怎么样？算是那种攻击型的、切入型的？在球队，不管是训练的时候，还是就是球队里面的 5 on 5，我现在是比较有点 role player 的感觉，就是 spot up threes 防守，然后投篮这样切入，然后寻找机会，队友的机会，然后有 open lane 就上篮，这样比较不会那种 combo guard， 然后比较不会去运球不会超过5次，然后 step threes or like behind the back turn around something like that。 但是我觉得其实我这样子进步也是蛮，因为我其实这样国中的时候，国2的时候我也是这样的打法，然后就是会队友给我制造机会，不然就是我自己去给队友制造机会，自己做比较多动作的那种时间是比较少的这样。那你觉得就是这个就是教练团给你的定位吗？还是说未来这个定位有可能会变？就等到你比如说你升上去2年级、3年级之后，可能有更多的持球机会，还是就是这些都一定都是有可能会改变的。当然还是要看我自己，就是进步的幅度，然后跟教练团的有没有共同的一样的想法这样子。所以我只能说未来我都还不知道，我都还不确定，只是I just control what I can control right now. So 我单纯好奇啊，我觉得这个一定是台湾人很在意的。我有 follow 你的 Instagram， 所以我有看过你的灌篮的影片。那请问你现在灌篮是轻轻松松，应该是吧？热完身之后就轻轻松松，没有热身的时候顶多摸个篮网这样。怎么可能差那么多？太谦虚了吧？那我先前进最后一个问题好了，就是未来的目标啊，就是如果有好的机会，就是比如说今天日本来邀请你，或者说 CBA 来问你，那你会想要说，那我就不读了，我就直接投入选秀吗？像是马建豪去 CBA 这样，或者是因为我知道有的人他会变成那个啦，看能不能 remote 完成学业嘛，但是先去打职业，或者是你会觉得说你要在美国读完4年，然后你得到这个大学文凭之后，你才会去想进入职业的事情。你现在有对于这件事情有什么想法吗？我现在的想法是，说我大学一定要拿到我的 degrees， 然后再去看职业这样。因为我一定是想要拿到 degrees， 就是打篮球不可能打一辈子嘛，就顶多到30-40岁，那后面的人生我还是要靠我的 degrees， 就是去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但是如果有好的机会，如果有那种特别好的机会，我还是会去思考要不要 take it， 然后要不要就是再回来读大学，就是 pro 打完之后再回来读大学这样。但我现在还是 stick with the plan，like I want to graduate first。拿到我的 degrees 之后，我再去看要不要打职业这样。之前我就看那个网络论坛嘛，我看很多乡民把你排成未来中华队先发后卫的解答，这样会不会给你太多的压力？我其实现在就是比较，反正学生运动员 ，I put myself as a student first, lucky. 那我们今天采访的问题应该就大概到这边，那我们就感谢 Jerry 接受我的采访。谢谢给我这个机会。